大婚当日，我陪嫁的千金拔步床被搬进了顾景初小青梅的院子，新房里给我留的是一张掉了漆的旧木床。青儿说从未见过那般精美的拔步床，我便让人装到她屋里。我们夫妻恩爱，不在乎睡什么床都是一样的。若你坚持要那张床，明日再搬回来便是了。今日若闹起来，你的脸往哪儿放？别人只会说你小气。你是世子夫人，该有容人之量。容人之量我可以有，但这张床是太后赐我的嫁妆，也是当年太后的陪嫁之物。等会儿太后身边的嬷嬷来送合卺酒，我倒要看看顾家如何应对这泼天的僭越之罪。青儿给世子哥哥和郡主请安了。郡主是不是生气了？世子哥哥是不是郡主恼了青儿用了那张床？我当日只是随口一提，世子哥哥便将床搬到了我屋里。要不我还是叫人拆了搬回来吧。我不过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怎么配用那样漂亮的拔步床呢？郡主，你别生世子哥哥气，都是青儿的错。我现在马上叫人拆了。不必麻烦，郡主出身高门，自幼在太后膝下长大，必然不会如普通闺阁女子一般斤斤计较。不过一张床罢了。你向来认床，好不容易睡那拔步床几日才勉强安稳，再换你又要好几日睡不好，身上的病如何养得好？我与郡主说了，睡旧的也一样的。可这床毕竟是我睡过的旧床，郡主不介意吗？郡主才不会像你这样小气，动不动就哭鼻子。世子哥哥又打趣青儿，若不是今日是你成亲，青儿定然要生气的。看在郡主的面子上，饶过你吧。郡主别介意，世子总是这样把我当孩子哄，以后有郡主在，也有人管着他了。果然又是这样。顾景初，在柳青儿和我之间，你永远帮着他，每一次皆如此。郡主那只太后赏的珠钗真好看，我一介孤女，这样的东西是青儿永远没办法拥有的。青儿不懂事，又孤苦一人，你贵为郡主，什么都有了，你让让她。世子哥哥从江南带回来的这匹绣匹，青儿实在喜欢，只是郡主的东西，青儿不敢奢望。你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跟他争这个？世子哥哥说我穿这件石榴裙比郡主好看，便送我了。太后赏的珠钗我让了，你从江南带回的双面绣我也让了，便是那件我最喜欢的石榴裙我也让给他了。可如今那张陪嫁拔步床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我不愿意再让。世子就算是普通人家，也没有把新婚的床拿去给别人睡，自己用旧床的道理。千金拔步床是我的陪嫁之物，世子不问自取，是何道理？听闻柳姑娘是孤女，可1年前你双亲病逝，那时你已16，难道这个道理柳家都无人教导？住嘴！是我把床送给青儿的，要怪便怪我好了，有什么火冲着我发，何必为难她？那便请世子把床叫人搬回来。在京城，我还从未见识过拿新娘子陪嫁的床送人的。世子哥哥，我去叫人把床拆了吧，求郡主别生气。青儿不过是感怀身世，想着若是双亲健在，也会给青儿备下这样精美的嫁妆罢了。青儿只是想像待嫁的女儿家一般，在这样的床上睡上一夜，也体会一下有父母疼爱的感觉。我不知道郡主会如此生气，才没有阻拦世子的好意，都是青儿的错，青儿给郡主赔不是。青儿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不过是郡主正视其人罢了。郡主，你也是父母全亡，你也是孤儿，设身处地的想，你和青儿有何不同？你又何苦为难她？只不过你命好，父亲战死，太后看你可怜，将你养在膝下，封了郡主。你如今身份尊贵，便看不上别的孤女了吗？你也未必比青儿高贵多少。武安侯府真是欺人太甚，江家满门忠烈，岂能让他如此羞辱？我父兄战死，太后便将我接入宫中抚养，在你眼中便是我命好，因为父兄战死得了郡主封号。我江家满门忠烈，父兄为国战死，你以为我愿意用父兄的性命去换这个郡主封号吗？太后封我为郡主，这是江家的荣耀。柳青儿算什么东西？你拿她和我相提并论，她不过一个犯官之女，你拿一个犯官之女来与我比，我不知你是对太后不满，还是对我不满。江家不是你顾景初可以这样羞辱的。江暖，你别太过分了！你说青儿无人教养，
难道你这样的气度便是好教养吗？为一张床在大婚之夜大吵大闹，这就是郡主的气度！来人，去柳姑娘房里把床拆了，重搬回来。我看谁敢！江暖，你虽是郡主，可这里是武安侯府，侯府的事由我做主。这张床我既然给了青儿，就不会再允人拿回来。青儿身子弱，认床好不容易才睡安稳了，我不会让你再动她。我答应你，明日再买一张新床给你便是。世子，我怕你做不了这个主。我是你的夫君，夫为妻纲。若非太后赐婚，你以为我会想娶你为妻？我劝你也清醒些，好好听我的话。以后武安侯府也有你一席之地。若非如此，我怕你以后也不好过。合卺酒来了，请世子与郡主喝合卺酒。太后娘娘身边的李嬷嬷竟亲自来了。郡主自幼在太后身边长大，被视为掌上明珠，连她大婚的合卺酒都专门挑了宫中的赵殿红赏下来，让贴身嬷嬷送过侯府，要亲眼看着郡主和世子喝下合卺酒，全了夫妻之礼，才能回宫复命。郡主，这床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摆着一张破床？郡主陪嫁的拔步床呢？回嬷嬷的话，郡主的千金拔步床早搬进了侯府，前几日来铺床的时候还在的，可是今日便不见了。世子说把拔步床送给了府里的柳姑娘，还说柳姑娘认床刚睡习惯了不能搬动，让郡主先睡这张柳姑娘的旧床，待明日再买一张赔给郡主。老奴竟不知武安侯府原来有这样的规矩，儿媳妇陪嫁的床也是可以擅自动用胡乱送人的，真是让老奴大开了眼界。谁把郡主的陪嫁搬走的？好大的胆子！夫人，是世子安排小的们把床装到柳姑娘房里的，那柳姑娘的旧床没地方处置，世子就说换一下，把旧床换到新房来。世子昏了头，你们也昏了头，怎么不来报？来人，把床拆了，把郡主的床换回来！住手！谁让你们这么拆的？好好的千金拔步床怎么成这样了？装拔步床需要专门的匠人，拆的时候也得按顺序用巧劲儿。这几个人根本什么也不懂，就是拿蛮力硬拆的。瞧那节榫母，拆不下来，直接上锤砸断了。世子哥哥，刚才郡主与你吵得凶，我怕你为难，悄悄吩咐下人赶紧拆了这张床。我想着拆得快些，也好赶紧给郡主装回去，免得新婚之夜让世子哥哥为难。我只是一片好心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砸烂了。不关你的事，都是下人不得力。来人，把这些人给我押起来！世子饶命，是柳姑娘吩咐我们只管拆了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这床我们见也没见过，哪里会拆啊？这张拔步床原是太后的陪嫁，赐给郡主时特意叫匠人把父母留给她的嫁妆里的宝石镶嵌在了上面。嬷嬷，这是娘亲给我的最后一盒宝石，这是她最后留给我的东西，如今都没有了。好一个柳姑娘！请问武安侯夫人，这柳姑娘在府中是何身份？是世子的爱妾，还是寄居的亲戚？这是顾家顾娇的女儿，她爹犯了事，她如今寄居在府里。一个寄居的孤女有这样的本事，敢用郡主的陪嫁，还敢随便叫人砸了，擅自动用郡主的东西，这是僭越，该杖责。嬷嬷，当我心悦于她，等主府进门，我便立她为贵妾。这床砸烂了，只当是我们侯府的错。不管多少银子，我一定还给郡主，保证再做一张比她更贵重的，还请郡主高抬贵手。你替她赔，这砸床的责任你担，这毁我嫁妆的罪名你认。责任我担了，罪名我也认，求郡主开恩。武安侯世子，这罪名你认便好。这张千金拔步床是太后所赐，但是它不但是太后赐的嫁妆，还是太后的陪嫁。只是因为太后心疼我，我出嫁时赏了给我。你毁的是太后的陪嫁之物，世子犯的是大不敬之罪，可抄家灭族。说什么？这明明是太后赐你的嫁妆，怎么会是太后的陪嫁？郡主自幼在太后膝下养大，太后视她如亲生女儿一般，所以才将自己的嫁妆赐给了郡主，却没想到
武安侯府这般大胆，竟敢将太后的嫁妆恶意损毁。如今武安侯府的人不如好好想想，如何向太后交代，为何要毁了太后的陪嫁。郡主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昏了头把这床送给青儿，不该违了规矩。可我们已是夫妻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帮我向太后求情。暖儿，我发誓以后一定不会再如此，一定以你为尊。世子慎言，你我还未完成成亲的权利，合卺酒未喝，还不是夫妻。况且你也说了，若非太后赐婚，你也不想娶我这徒有虚名的郡主。如今正合你意。礼未成，婚礼取消。嬷嬷，我们回宫。暖儿不嫁了。暖儿不哭，告诉哀家到底受了什么委屈。太后明鉴，顾景初不仅将您亲赐的陪嫁拔步床送给平人，还纵容下人将其暴力砸烂，满地宝石碎成齑粉。武安侯世子还说，若非太后赐婚，他还不想娶郡主，说郡主不过是靠着父兄战死得了这个便宜封号。好一个武安侯世子，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武安侯府自然要罚，可毕竟是母后赐婚，若是这样悔婚，以后暖儿还如何嫁人？皇上，我就算绞了头发，从此青灯古佛，也不愿意嫁入那样的人家。他居然说暖儿命好，靠着父兄战死而被皇家生养，嘲讽我靠父兄的性命得了荣华富贵。若是可以，暖儿愿意一生清贫，只求父兄平平安安活着，不用战死沙场，江家子弟十数人，不必用血浸染沙场。这样的锥心之痛，暖儿不愿意回想；这样换来的泼天富贵，暖儿也不想要。他如此说话，将这许多战死沙场的将士置于何地？难道他们的遗孀领抚恤金，也是因为家中父兄战死而占得了便宜吗？此话传出去，不会叫边关的将士寒了心吗？他们在边关浴血奋战，就是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人吗？皇上，江家为国家流尽了血，只余暖儿一个后人，难道还要他流尽了眼泪吗？这门婚事当时是你挑的，你说武安侯世子人品出众，我才下旨赐了婚，结果你挑了这么个人出来。母后，是儿子选错了人。朕会下旨取消婚事。暖儿既是郡主，自幼在太后膝下养大，以后她经娶都由母后和她自己做主，朕绝无二话。武安侯世子，看来是活得太自在了。父亲，我们还要跪多久？圣上赐婚，你却做出这等事，别说跪几个时辰，就是跪上3天3夜，也是你该受的。乔姐美，跪了1夜了。昨夜之事闹得人尽皆知，世子纵容妾室毁坏太后赐的嫁妆，这可是大不敬之罪。武安侯府怕是要倒大霉了。陛下有旨，武安侯世子顾景初纵容柳氏毁坏太后陪嫁，罪犯大不敬，错夺世子封号，夺其官职，贬为庶民。武安侯立过大功，爵位不夺，但管家不严，宋子犯下大不敬之罪，罚俸1年，并罚捐白银5000两，充入京中善堂。世子口出狂言，寒了所有忠烈的心。陛下罚侯府捐银子抚恤遗孤，是在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臣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罪民顾景初，杖责50，伤好后赴善堂做苦役半年，以赎其罪，钦此。罪民领旨谢恩。柳姑娘，宫里来人了。陛下有旨，罪妇柳青儿恶意火坏长乐郡主嫁妆，太后陪嫁，蛊惑世子，僭越犯上，杖责30，罚往济安堂做仆役1年。由于其身不正，其心不纯，不配为正室，另从今后婚配，只能为妾，以示惩戒。钦此。不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能永远为妾？公公，我是冤枉的，是世子要把那拔步床给我的，不是我自己抢的，为何要罚我？青儿是冤枉的，求公公在太后面前澄清，不是青儿抢的。
错，太后明鉴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怎么会把郡主的陪嫁床给了你？我真是昏了头。江暖可是郡主啊，她是江家唯一留在世上的血脉，我怎么能如此羞辱她？世子哥哥，青儿什么也不知道，你别怪青儿好不好？够了，还叫世子哥哥？景初已经不是世子了，你把我们武安侯府害得还不够吗？若非你勾搭景初，他怎么会做下这种昏头的错事？他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？你千方百计的引诱我儿，不就是为了嫁进侯府吗？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。夫人，你把我儿的世子之位也害没了，你还想如何？还想扣更大的罪名给他吗？哼，若非你假装哭着说自己可怜，景初怎么会把郡主的陪嫁送给了你？武安侯夫人，奉太后旨意，柳青儿该丧刑了。夫人救我！我肚子里已有了世子的骨肉，不能行刑啊！什么时候的事？你怎么会？明明每次留宿你那里后，你都说喝了婢子汤的嘛。我说过，郡主进门前你不能有孕。昨日我若真与郡主成了亲，你今日便说有孕，你知不知道你会害死我？世子哥哥，青儿不是故意的，青儿身世可怜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和世子的孩子。世子不是也说过，想要一个我们的孩子吗？以后会让他继承侯府，会精心教养他的。柳青儿，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算计我？嫡妻未进门，妾室不得有孕，庶子不能在嫡子前出生，这些规矩难道你不懂？你是故意的是吗？你想用身孕与郡主争宠？这便是那个砸坏郡主嫁妆的狐妹子吗？听说是系居在侯府的孤女，世子的心爱之人，所以才敢动郡主的东西，嚣张至极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郡主和世子的婚约取消了。什么世子？那顾景初被夺了封号，以后就是庶民了。景初，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？圣上有旨，罪民顾景初需进宫受刑。好好一个世子，为了个寄居的孤女，把爵位和前程全做没了。大夫，快看看，景初他烧得厉害！快去备热水，越多越好。还有干净的布巾，都拿来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去煎药！夫人，杖伤极重，伤及筋骨，公子高烧不退，今夜是关键。老夫会守在这儿，夫人先到外患前歇歇。我怎么就养出了这么个糊涂东西？母亲，青儿呢？她怎么样了？你还惦记他？把你害成这样还不够？她肚子里毕竟是我的孩子，母亲，叫人去看看她。去，找个牢中去他院里瞧瞧。娘子，失血过多，又耽误了这些时日，能捡回一条命已是万幸。我以后还能有孩子吗？如今这身子算是彻底伤了根基，以后怕是很难再有子嗣了。
我的腿怎么瘸了？说话呀！我的腿到底怎么了？大公子，大夫说那日左腿骨被打折，接起来后却没有接好，如今养了2个月才发现，左腿便要比右腿短一些。短一些？这哪是短一些，我这是瘸了。本就被夺了世子之位，如今又成了瘸子，一个瘸子还能干什么？景初，别这样，大夫说了，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娘已经叫人给你定做了一双高低鞋，穿上之后慢慢走，旁人绝对看不出痕迹来。穿上这鞋，真的能看不出痕迹来？你穿上它慢慢走，旁人绝对看不出来，娘不骗你。太后，暖儿想求您一件事，京中那几处善堂收容的都是阵亡将士的遗瓜保姆，暖儿想去善堂做事，将嫁妆变卖些，请手艺好的师傅教他们一技之长，让他们往后能靠自己活下去。你刚退了婚，便要去善堂操劳，可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暖儿的父兄为国战死，那些富楼的父兄也是，暖儿自当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去吧，哀家准了。江姑娘，这种事让墨下来便好。这些米都是给善堂的。沈将军怎么来了？末将有几个阵亡部下的妻儿住在这善堂里，今日得空过来看看，顺道搬些粮食过来，都是军营里弟兄们凑的。沈哥哥，爸！妞妞，你娘呢？这糖拿回去和弟弟妹妹分着吃。娘在里头跟暖姐姐请来的师傅学绣花呢。沈哥哥，你怎么好久不来了？军营里忙，今日不是来了吗？沈将军每次来，这些孩子都跟过年似的。军营得空，沈将军便来善堂看望，帮着搬粮施粥，连带做些修桌子补屋顶的苦活。这样的男儿，天下难寻。哟，这便是那位被退了婚的长乐郡主，长得倒是不赖。在这儿施什么粥啊？不如跟哥哥去喝酒。这善堂是朝廷开设，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来捣乱，还敢轻薄长乐郡主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该，这些泼皮无赖连善堂都敢来闹，还敢找郡主麻烦，沈将军打得好。沈将军今日已经帮了这么多忙，不必再做这些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将军也该回营了。那些地痞虽然被教训了，难保不会再来寻衅滋事。往后末将每日忙完营里的事，便来善堂转一圈，等郡主忙完，再护送你回郡主府。就当末将替那些阵亡的弟兄们谢姑娘照看他们的妻儿。那就麻烦沈将军了。沈将军日日接送郡主，哪是来善堂帮忙的，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头。可不是，咱们这位小将军怕是早喜欢上郡主了，就是嘴笨不敢说。沈从彦，朕听说你这几个月天天往善堂跑，比去军营还勤。你心悦长乐郡主是不是？臣心悦郡主，但臣是武将，刀枪无眼，若有一日臣战死沙场，便不能护郡主一生一世，所以臣不敢求娶。
朕曾说过，长乐郡主的婚家由他自己做主，至于他如何抉择，朕不会替他做主。郡主，皇上派人把沈将军在御书房说的话原封不动地传过来了。沈将军说他心悦您，但他怕自己战死沙场，护不了您一生一世，所以不敢求娶。郡主，这荷包您还送吗？明日一早，你亲自送到将军府。将军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进宫，求赐婚。臣谢陛下赐婚。暖儿这孩子从前吃了太多苦，往后该有人护着他了。从燕，你可要好好待他。太后放心，从燕这辈子只认郡主一个，若有违此事，末将提头来见。暖儿，半年未见你，你可还好？成亲那日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后悔了。我当初是昏了头了，居然做出那样的事，也不该说出那样伤你心的话。他脸上的悔意不似有假，但是绝不会是因为伤我的心而后悔，而是因为这门婚事闹到不可收堂的地步，导致他失了世子之位。后悔？顾景初，能让你这样的人后悔的，怕是只有利益吧？听说顾公子不能承袭世子之位，武安侯已把在外面养士抬进了门，而跟着外室进门的，还有那外室所生的孩子，如今已记入了族谱。想必很快侯爷就会想法子让那庶子变成嫡子承袭爵位。顾公子怕是知道，若再不想法子，恐怕与世子之位再无缘了，于是便来纠缠我们郡主。住口！暖儿，我从未那样想过。顾景初，我们婚事已取消，你也受到了惩罚，被夺了世子之位，也停了官职，你我之间的恩怨两清了。暖儿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还可以像从前一样的，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。你说过会与我生儿育女，白头到老的。是啊，你也说过会对我一心一意。可是你不是这样心里装着柳青儿，为了她夺我嫁妆，将我抛诸脑后。你同我家郡主之间如今再无瓜葛，莫要再纠缠。我不信你对我再无一丝情意。暖儿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柳青儿，我会将她送出侯府的，会给她找户人家嫁了，不会再让她出现在你面前。放肆！松手！我让父亲再去求皇上赐婚，我们重新开始可好？我发誓，绝不负你，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。顾景初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拉着我未婚妻胡言乱语什么？当心小爷折了你的手。腿瘸了，手也想断是吗？你是谁？皇上已降旨将你与长乐郡主的婚约取消，你若再敢纠缠，我便不客气了。我与暖儿是青梅竹马，你无权为她做任何决定。我与她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你有什么资格横插在我与暖儿之间？就凭我如今是他的未婚夫，凭他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这不是武安侯世子吗？怎么变成如此模样？什么世子？如今是庶民，与我们一样的。没伤着吧？我爱。暖儿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若当初我不是一心护着青儿，我们是不是也不会走到今日这一步？顾景初，沈家可不欢迎你，从今往后少来骚扰我家夫人。武安侯夫人今日登门，想必是为两家孩子的事。我那不成器的长子景初，虽说如今没了世子之位，但到底是侯府嫡出的长子。听说贵府上有位庶出的姑娘，年纪正好。我那庶女阿银虽是外室所生，但自幼养在侯府，规矩礼仪一样不差。武安侯府这样的门第，她嫁过来也不算委屈。咱们两家结了亲，往后在京中也好互相照应。正是这个理。虽说景初如今没了爵位，但她到底是侯府嫡子，阿银嫁过来便是正室夫人。那便这样定了，回头我便让人把阿银的津贴送来，挑个好日子把婚事办了。
如今大公子失了世子之位，再难娶到高门嫡女，侯夫人这才把眼光放到庶女身上，总归是与靖安侯府结了亲家也好。靖安侯夫人恨不得将这外室所生的庶女快些嫁出去呢，这不一拍即合。景初哥哥，我不是有意扰了你的婚事，可除了侯府，我无处可去。我不想看着你娶别人，所以只有一死。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别说了，我送你回院子。青儿是孤女，身世可怜，如今她只有我可以依靠了。她今日受了委屈，又刚跳了湖，今夜我陪着她。阿英，你自己先歇着吧。大家都说当初武安侯世子宠爱柳姨娘，如今一看，果不其然。当初为了他得罪了太后和郡主，失了婚事，也丢了世子之位。如今成亲，柳青儿故伎重演，夫君是准备在新婚当晚表演宠妾灭妻的戏码。你不怕我爹亲自入府问罪吗？一个小小妾室，用这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偏偏夫君便信了。这样的手段，连我娘都不屑于用了，怎么柳姨娘还在用？不怕笑掉人大牙吗？来人，把柳姨娘押回院子。她落水受了寒，自当静养。从今日起，在院子里休养3个月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出门。夫人，青儿知错了，求夫人不要将青儿关起来。不关起来也可以。来人，把她赶出府，不能再出现在少爷面前。母亲，你还想如何？如今你父亲把外宅迎进了门，你再不争气，那庶子就要变成嫡子了，你也无所谓吗？你去正院，请景初哥哥过来，就说我不舒服，让他来看看我。姨娘，奴婢去了正园，少夫人的丫鬟拦着不让进。你没说是我的丫鬟吗？你去告诉景初哥哥，我身子不舒服，让他过来一趟。奴婢说了，可少夫人身边的姐姐说，她说什么？她说大公子说了，这几个月都要陪着少夫人，姨娘有什么事以后再说。如今他连见都不肯见我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该为自己多找条出路。你去那边做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去后院走了走。大公子，少夫人说今日身子乏了，已经歇下了，请您去书房歇着吧。偏远是青儿住的地方，她去那儿干嘛？青儿不在这里，还能去哪里？燕老，我不想再偷偷摸摸的了，我想光明正大的与你在一起。等我做了世子，到时候侯府都是我的，我必将光明正大的娶你为妻。我那个大哥如今已是废物，你只需安心待在我身边，到时候我必给你荣光富贵。是谁？来人啊！快把门打开！开门！孤雁和柳姨娘在里面，快救火吧！
世人有意为之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是谁这么大胆？幸好救火及时，没出人员伤亡。逆子！官差已然查明是你，你竟然敢害你弟弟！你为了那外府子，废我世子之位，不为我的前程考虑。他在府内勾搭青儿，这样的恶人留着干什么？罪名顾景初，放火伤人，罪无可恕，判决大牢监禁15年。把那柳青儿给我押过来！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给我打！武安侯，你治家不严，其身不正，先是世子纵容妾室毁坏太后陪嫁，如今又闹出庶子与妾室私通、嫡子伤弟的丑事，你这义父成何体统？臣有罪。哼！传朕旨意，夺武安侯一切职务，闭门思过。雁门关缺一个守将，你便去那儿驻守吧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得回京。先世子伤庶子，侯夫人打外室，这侯府算是彻底完了。边关冷不比京城，你如今有这身子，要不你还是留在京城，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，得空便回京看你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我只想一家人齐整整在一起。我不怕苦，咱们的孩子必定也不会觉得苦。好，夫人，那我们一起回家。